深夜传旨绝非好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青州大旱，吏治腐败，流民四起。现3月平灾方民，逾期就地正法。钦此。秦大人，接旨吧。臣秦朔领旨谢恩。皇帝想用3个月死局拿捏我，逼我为皇权卖命，收拾烂摊子。那我便借皇帝赋予的权柄，持尚方宝剑，扫清青州蛀虫，掌控全盘局势。大人，你不能去啊！青州乱局已定，圣旨3月期限实为催命符，这差事接不得。青州那么多百姓等着救命，我必须去。不必再说了，传令下去，明早启程。老王，你现在就去负责安排人手。俺去救人，俺去套车。俺家还有2捆麻绳，马上拿来。唐儿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守家。别说傻话。你去救人，我守家，咱俩分工一直都这样。秦朔，我不拦你，但你记住，你别一个人逞英雄。你身后有我，有孩子，有秦家庄这么多人。我知道。还有，别总想着百姓吃没吃饱，你自己也得吃饭。好。睡觉也要睡。好。受伤了不许瞒我。不瞒。明天就放心去吧。快睡吧，好好休息。好。想当年，我从现代刚穿越过来时，家里一贫如洗，我带着现代的知识发家致富，还带动了整个村子。到了现在，我秦朔也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，手里有钱，手下有人，儿女双全。既然青州百姓有难，陛下又有吩咐，那我秦朔非得把青州治理好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爹，这是登记册，这是2种发放册。做得好。你别忘了接我。不会。大人，人齐了。大人平安回来，秦大人平安回来，老三也平安回来，把青州的百姓救回来。喊啥喊？俺们3个月就回来吃新麦馍。出发。大人，咱到青州第1件事干啥？先让百姓知道朝廷没丢下他们。第2件呢？查粮。第3件？找水灭虫抓人。这话俺爱听。哎，这一路苦日子在后头。大人，俺不怕苦，俺就怕没事干。放心，到了青州有的是事干。大人，这地不对劲儿啊！表层全干透了，下面也没湿气，至少2个月没下过像样的雨。朝廷收到的折子还说啥清旱可控，这叫清旱？不只是旱，那还有啥？蝗虫已经开始有动静了。这么早？传话下去，不在野地扎营，先去前面驿站歇脚，人和马都得补水。都打起精神，前头驿站歇脚，别掉队。刘爷，10倍过路费真拿不出来啊！我们这一车都是药材，是往青州城送的救命东西，耽误不得。跟老子有啥关系？刘爷，平日里过驿站给300文，您要600文，我都认。可您开口就要3两银子，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？少跟老子废话！现在青州不太平，路也不是白走的，要么交钱，要么留下车和马，人滚！哼哼，哪儿来的？你管哪儿来的？脾气不小啊！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青州官道大州驿站
自然是朝廷的地盘。朝廷？你问问这些人，在这地界，朝廷管用还是我刀疤流管用？你是驿丞？不是。县衙差役？也不是。那你凭什么收过路费？凭老子拳头硬。拳头硬，来，俺试试。多少？50两。你咋不去抢？老子现在不就是在抢吗？可以。大人，不过银子在后面的箱里，车队人多，马也累了，先让我们进去歇脚、补水、喂料。你当我傻？进去以后你赖账怎么办？先给你5两，剩下的等我们安顿好再给。行，进去。不过马车停外院，箱子不许搬进屋。可以。看啥呢？没住过驿站啊？大人，你看出啥了？你看这里，脚印呗。这几串脚印比旁边深，人胖？不是，脚印前掌更深，说明走路时身体往前压，多半是扛着重物往返好几趟，方向都是从院门那边到后墙搬东西。这些车辙从外面进来，说明车上有货，可出去的车辙反而浅。他们把过路商队的货扣下了。草上有药味，还有油味，这里藏过药材和布匹。对，我的药材被他们搬走了，他们非说先压在驿站，等交了钱再还。闭嘴！谁搬你药材了？你再乱说，老子拔了你的牙！这土是新翻过。你干啥？谁让你去那边的？急什么？那是驿站后厨倒灰的地方，脏得很，别乱踩。倒灰的地方没有灰味，倒有潮土味，倒得挺讲究。来几个人，把这块挖开，我看谁敢！小白脸，你知道我后头是谁吗？你后头是谁？一会儿写供状的时候慢慢说。给脸不要脸！兄弟们，把他们马扣下，人打出去！早就等你这句了。跑啥呀？你不是拳头硬吗？你们完了！老子是苏家的人，苏家一句话，让你们出不了青州。哪个苏家？青州苏氏，苏老太爷跟知州大人都是能坐一桌喝酒的。你敢动我，等死吧！哎呦，还挺有来头。很好。啥很好？记下来。刘爷自称受青州苏氏庇护，与知州府有牵连。挖。大人，有货！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！药材上面还有我铺子的印，那2匹不是我们的，还有我的盐。10倍过路费，扣马车抢货物，私藏官驿文书，冒用苏氏名头扰乱灾区官道，你觉得哪一条够轻？大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就是混口饭吃，真没杀人啊！你那叫混饭，你是把别人饭碗砸了。大人饶命，我交代，我都交代。这驿站原来的驿丞跑了，没人管，我才带兄弟们过来守着。苏家那边有人跟我说，只要每月送银子，就没人动我。谁说的？讲清楚！你现在说出供词，等到了县衙，别人替你说，那就是死账。是苏二爷手下的管事赵四海，他们越来收银子，还让我们盯着外来的粮车，凡是往青州城去的，能扣就扣，扣了低价卖给苏家粮行。我问你，赈灾药材也扣？扣过粮车，那是救命药，青州城外难民营等着用的。你们这帮畜生！老三，清点赃物，能认领的当场归还，认不出的封箱。是，大人。要是县令跟他们是一伙的呢？那正好一起查。哎呀，误会啊！不知是哪位贵人在此？这刀疤流虽说粗鲁些，可平日也帮着维持道路，都是灾年逼的，何必闹这么大？
抢货抢药还叫维持道路？你这县令眼睛长后脑勺上了！大胆！你是什么人？敢跟本官这样说话？就是你们在此聚众斗殴，刀疤流霸占官驿，你知道吗？灾年嘛，地方上人手不足，总要有人看着驿站，收10倍过路费，你知道吗？乡民自发筹些护路钱也不算大事。扣押药材粮车，私藏赃物，你也知道。这位公子说话要有证据，你无官无职，私自拿人，已经犯了大州律。本官念你年轻不懂事，现在放人，本官可以不追究。县尊救我！他们打人，他们还冒充朝廷的人。来人，把这群闹事的刁民拿下！奉旨青州安抚使秦朔在此，马之令，你要拿谁？下官不知安抚使大人驾到，下官该死，下官该死！你该不该死，不是磕几个头能定的。大人明察，下官真不知刀疤流私藏赃物啊！这么大一个地窖就在官驿后墙，来往商品被抢，你县衙没有一份报案。大人饶命，下官愿意戴罪立功，愿意彻查此事。给你一个机会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！刀疤流及其手下全部押回县衙，单独关押，赃物登记造册，施主签字画押。今日之内，把安平县近半年所有拦路和报案卷宗送到我面前。是。还有，县衙账房和驿站账册，以及粮价记录，一并送来。这，下官照办。从今日起，青州境内官道驿站，凡有人私设关卡、强收银钱，可直接到安抚使刑狱告状。有人敢拦，本官斩他！草民谢大人，谢大老爷！都起来，能赶路的继续赶路，药材先进青州城。路上若有人再拦，报我的名。大人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就是听苏家办事，您要查就查苏家，别杀我呀！你会不会死，看你能交代多少。我交代，我全交代。这才刚进青州，就碰上这么一窝。这不是一窝，啥意思？刘爷只是摆在路边的一颗钉子，真正的人在后面看着。那咱就一个一个管。大人，吃点吧。夫人说了，让你吃饭。你倒记得清楚。那当然，夫人交代俺了，一路盯着你。你要是不吃，俺就写信告状。大人，今天这一闹，消息肯定传出去了。就是要让他传出去。你是故意的？敲山震虎。咱们人少，不能一进来就被他们牵着走。先敲这一棍，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知道，青州来了个会查账、会找证据，也敢动刀的人。那他们今晚估计睡不着了。睡不着好，为啥？他们一慌就会动，他们一动就有痕迹。明早继续出发。去哪儿？安平县县衙。不直接去青州城？青州这张网从边上已经露馅了，先顺着线扯一扯，看看能扯出多少东西。行，俺跟着你扯。唐二，今日入青州边境，平安无事，遇地痞霸占驿站，已查明赃物，押送县衙。青州灾情比折子上重，路边已有流民，黄鸾恐怕已经孵化。我会小心，勿念。我有按时吃饭。这句得写，不然夫人肯定不信。你管得还挺宽。夫人交代的就是军令。送出去，快马回秦家庄。好嘞。大人，卷宗和账册以及粮价记录，下官都叫人搬来了。大人，这得看到啥时候？不用全看，看粮价，看驿站出入，看报案缺口。大人，安平县近来确实乱了些，可下官也难啊，流民太多，粮不够，衙役也跑了一半。你难，所以让刀疤留在官道上抢药。县仓发粮记录却只有2次，朝廷赈粮去哪儿了？这事儿得问青州府，县里只收到过一批，还没多少。批文呢？
在后头。拿来。青州府文书上写，安平县已领赈粮3000石，你现仓记录只有800石。大人，下官只见过800石，剩下的真没到县里。2200石粮就这么没了？不是没了，是被人吃了。不好了，又怎么了？青州城门口聚了好多流民，听说有2000多人，已经断粮5天了，守城兵不让进，他们快要冲城了。2000多人，完了，这要是冲进城，青州就乱了。备马，农机队集合。大人，青州城那边归知州府管，咱们是不是先递文书？带上县仓能调的工具，全部装车。县衙所有能写字的书吏都跟上。大人，县仓粮不多了，不多也带上。粮在仓里是数字，到了人嘴里才是命。娘，那是送粮的吗？大人，再这么下去，不等蝗虫来，人先撑不住了。所以今天不能乱。再往前一步，按乱民处置，就是要口吃的。你们有粮不给，逼我们死！冲进去，城里肯定有粮。大人，再晚就撞上了。都住手！你又是谁？我是朝廷新任青州安抚使秦朔。安抚使，朝廷派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快去保证州府！粮有，但不能抢。我们5天没吃饱饭了。你们2000多人一起冲城，城兵放箭，前头的人先死。冲进去以后，粮铺关门，富户藏粮，乱起来，老人孩子被踩死。最后你们能抢到多少？谁能保证你娘你儿子能活？我现在就在城门外设粥点，老人孩子病人先领，青壮排后，谁插队，今天没有第2碗。真的有粥？别骗人！老三，架锅起灶，把粮卸下来。别急，让我先来。我孩子快不行了，我先到的。主干，老人孩子往左，病人往左，青壮往右，一家一户排好，谁推人谁滚出去。老子先吃。听不懂人话。我饿，谁不饿？你饿就能踩孩子。叫什么？记下此人，扰乱领州秩序，今日只能领1份，不许加领。凭啥？凭你还有力气抢，后面有人连站都站不住。我不抢了，排队去。设登记桌，每个领州的人报姓名、原籍、家口，不会写的书吏代写。领完州在名次后按指印。大人，按指印？对。第2次来领，对名字看指印，防止冒领。可这么多人，来得及吗？先减后细，第1轮只记姓名、家口、原村，州不能停，后面慢慢补。都听见没？领州先按印。按了指印，是不是要抓壮丁？是不是要秋后算账？抓壮丁算账。官府以前也这么骗过人。我秦朔先按，按指印不是抓人，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领到，不让有人一人领3碗，也不让老人孩子被挤到后面。大人，真的不会抓人？不会。我先按，我娃饿得不行了。姓名？柳三娘，青州下河村人，家里3口。按这里。男人没了，
就剩我和2个娃。我也爱，我家4口。我娘病了，能不能先给她？病人去左边，有人扶一下。稠度适中，不能太稀，也不能太浓。大人，多放米不更顶饿吗？他们饿了太久，突然吃太多会出事，先让胃缓过来。末将青州城蒙守校尉赵成见过安抚使大人。城里为什么不开仓？大人，这事末将不敢插手。知州府说城中存粮不足，若放流民进城，必生大乱。末将只奉命守门。知州府人呢？已经被人去请了。2000流民在城门口断粮5天，知州府还要请？打开小门，调20名兵出来维持秩序，不许带弓，只带棍。大人，万一流民冲门，他们现在不会冲，你越把刀架在他们头上，他们越觉得自己没活路。末将遵命。这只是暂时稳住。各位听我说，今日起，城门外设3处粥棚，每日早晚2顿，按名册领。那明天还有吗？有。后天呢？也有。但只领粥不干活，粮撑不了多久。青州要修路挖沟，青庄愿意干活的，到右边登记。干活给粮吗？给，每日干满4个时辰，发2顿饭，另给家里1份口粮。会木工、打井、修渠的单独登记。不给银子？现在银子买不到命，先给粮，等城中秩序稳了，再按工分补钱。干活有饭，还给家里粮，总比坐着等死强。城防也招人？招，但不是让你们打仗，是帮着搬木料和修巨蟒。谁敢欺负老弱，立刻除名。大人，我报名，我会垒墙。去右边。我会赶车，我会挖井。一个一个来，会啥说啥，别吹牛。说会打井的，俺待会儿亲自问；打不上来就去搬石头。把青壮按技能分组，城防组100人，修路组80人。是。大人，300人满了，还有人要报。先收300人，多了今天管不过来，剩下的明日再招。这些人咋安排？搭棚组先建临时草棚，秩序须查呢，每10人1队，跟农机队混编。记住，只管劝，不许打。遇到闹事的，交给你。明白。大人，末将守了3天城门，嘴皮子说破都没用。您这才2个时辰。他们不是不讲理，是饿得没路走。末将惭愧。现在不是惭愧的时候。城里粮仓在哪儿？守兵多少？粮铺多少家？最大的几家是谁的？大人要查粮，不是要查，是现在就查。大人，青州最大的粮行多半跟苏家有关，知州大人也。秦大人，下官青州知州李德才迎接来迟，还望恕罪啊！这就是青州知州，看着不像恶果。他当然不会饿。秦大人真是神兵天将啊！这城门口的乱民，下官正愁如何处置，您一来就稳住了，佩服佩服。李知州，你管这些人叫乱民？下官失言，他们也是灾民嘛，只是人一饿，难免不守规矩。他们断粮5天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一点，但城中粮也紧，下官怕一开仓引来更多流民，到时候城里也乱。所以你关城门，看他们饿死。秦大人，这话严重了，下官也是为大局着想啊。这才叫大局。是，秦大人高明，下官回头就把此法推广下去。现在就办，不用回头。现在，青州城外3处粥棚，粮从府仓出，登记书离由知州府派。城中粮价、粮仓、粮商名册，1个时辰内送到我面前。秦大人一来就查粮，怕是会惊动城中商化。如今最要紧的是安民，不如先让下官设宴为大人接风。人都饿成这样了，你还接风？你是何人？他是我的人。原来如此，误会。李知州，我不是来吃席的。1个时辰内账灾送来，2刻钟内府仓先调500吨粮到城门外找一袋。我问你，500升，这需要我亲自去府仓搬吗？不
不敢不敢，下官这就安排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调粮！这帮人就是欠下。老三在，盯紧今天登记的名册，这里面会有人被收买闹事。都这样了，还有人闹？会，我们稳住了城门，有些人就慌了。谁敢闹，俺收拾谁。先别急着打，抓活的问。明白。大人，我孩子活过来了。别跪。大人，我们真的能活吗？能。后天还有粥吗？有。那我们不冲城了，我们听你的。秦大人，我们听你的，只要有饭吃，有活干，我们不闹。谁敢插队抢粥，我们帮着拦。大人，今天稳住了，这是第一步。他们还敢玩花样？他们玩了很多年，不会一天就改。那咱接下来干啥？称粮。拿秤来。李知州，秦大人，还有何吩咐？500担粮，少一升都算你头上。秦大人说笑了，下官怎敢？那就称。你拿这玩意儿喂猪，猪都嫌硌牙，你就给灾民吃这个。误会，定是库里装错了，下官回去一定严查。继续记。500担，实到372担，短128担。秦大人，此事可否进城再议？城门口人多，若传出去，怕坏了官府威信。官府威信不是靠舞出来的。可是，今日府仓调粮，500担实到372担，缺128担，已登记在册。李知州限明日午时前补给，并查明库役、押粮官经守账房。查不明，本官替你查。少了100多石，这些粮去哪儿了？还能去哪儿？进狗官肚子里了！下官遵命。今晚粥棚继续开，先让人吃上。明日一早，我去羌郊看水。看水？粮能撑几日，水撑不了。青州城外2000多灾民，最要紧的不只是吃饭，还有饮水。护城河早已见底，城外几口气前井也快枯了。今日煮粥用的水，还是从城内几处官井一桶一桶挑出来的。人少还能凑合，人一多，水就是命。是啊，粥棚要水，病人要水，工地也要水，没水啥都干不了。今晚把打井队名单列出来。大人，咱们带来的那台东西要用上。用。青州缺水，没时间慢慢试。可那东西太怪，别人看见会不会瞎传？就说是看水仪。看水仪？这名字好，听着就像正经东西。本来就是正经东西，俺没说不正经。1队巡粥棚，1队修草棚，1队清理官道，都按名册走。城东有3口井，2口前井已经干了，剩下1口出水也少。城南有旧渠，但渠底全裂，水早没了。城西地势高，挖井难；城北靠近乱石坡，老百姓说以前那边有泉眼，不过10几年前就断了。泉眼断了，未必是水脉没了。大人意思是，可能是地表堵了，也可能是水位下降。原来的泉眼不出水，但下面还有水。那明儿就去城北。先去城北，再看城东。井不能只打1口，灾民越聚越多，至少要3口稳定水井。大人，城外这么多人，
若是打井消息传开，别处流民怕也会赶来。他们赶来，是因为别处活不下去，你挡得住吗？所以打水井和搭粥棚要一起铺开。末将明白。大人，这看水仪真沉啊，你说他真能找着水？不知道，啥玩意儿？看着像罗盘，是不是法器啊？啥法器？这是看水仪，专找地下水的。地下的水也能找？哼，你们不知道的事儿多了。俺们秦大人说能找就能找。大人，咋样？这里，这儿看着跟旁边没啥不一样啊。表层干，但下面有稀粘土，颜色比别处深。这里地势低，10层下面可能有一条浅水脉。大人，这土确实不一样。都听见没？开挖！先别乱挖。井口不能太大，先按1丈2开口，外全留土台、木状支护，每挖3尺就夯一次井壁，别让土塌下来。大人懂行，这里土干，一旦塌井，人就埋了。把人分组，挖土的、运土的、支木架的、送水送饭的分开干，每组半个时辰一换。都听大人的，10人一队。不会没水吧？别瞎说！闭嘴！才挖3尺就想出水？哎，你家水井长在锅里啊！有门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别急，想把井踩塌呀！继续挖，但慢一点，下面可能有渗水。出水了！出水了！大人，真让你找着了。水还少，井壁也没稳，先别取水，继续加固。啊！都出水了还不能喝？刚出的水魂得沉淀，井壁不夯好，一用力就塌。大人说的对，这井要想长久用，不能急。第一口井先做样井，井壁用夯土法加固3层土。按粥棚名册分桶取水，取水也按应登记，1户1桶，晚些再领。你守粥棚，今天流民都知道有水，晚上粥棚也会乱。那工地呢？我派赵成带兵过去，再留10个农技队员。刀疤刘都被抓了，他那些人还敢来？狗没了头也会咬人，何况背后还有人喂。动作快，砸了木架，毁了工具就走。谁？住手！有人砸井，快来人！追！人呢？抓到几个？只抓到1个，其余跑了，是刀疤刘的残党。这帮混蛋！百姓好不容易有口水喝，他们也下得去手。王队长，俺没事，就是那木架砸坏了，井还能用不？先别说话，陈大夫的人呢？大人在这儿。
大人，俺带人去把那帮孙子翻出来。先修井。大人，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乱。你一带人走，工地没人，周棚没人，城门口又乱。那就这么算了？不会算，先审，顺藤摸瓜。但眼下第一件事是让井继续出水。大人，是末将看守不力。现在说这个没用，把昨夜巡逻路线画出来，哪里漏了马上补。是。原来的木圈支护不够，土太干，外力一震就松。是啊，大人，这地方土散，光靠木架怕撑不了多久。改夯土井壁法。昨儿不是已经夯了吗？还不够。从井口往下3尺加厚一圈，黄土、碎石、草金混合，分层夯实。加草金？草金能拉住土，碎石能撑骨，夯紧后不容易裂。外圈再做排水坡，雨水和脏水不能往井里流。黄土、碎石，赶紧搬！好，赶紧搬！昨夜有人砸井，是因为他们怕你们有水喝，怕你们不乱，怕你们活下来。大人，我们不怕。对，井是我们挖出来的，谁敢砸，我们跟他拼。他们不让我们喝水，就是要我们的命。拼命不难，守住才难。今天起，工地改规矩：第一，井边10掌内不许闲人靠近；第二，晚上不再值守井口，外围设3道线。啥线？拉线铃铛，把绳子拉在膝盖高的位置，绕工地一圈。夜里有人摸进来，碰到绳，铃铛就响。第一圈在草丛外，第二圈在工具堆外，第3圈在井口外。这样他们还没靠近井就会暴露。火把不要全点，在明处，暗处也留人。巡逻的人不能一直走同一条路，半个时辰换路线。这个好，昨晚他们就是摸黑钻空子。第三，3班倒巡逻，每班20人，10名青壮，5名农技队员，5名成兵混编，谁也不许单独行动。末将安排。第四，工具不再堆一处，分开存放，每处2人看守。大人想得周全，昨晚他们就是冲工具来的。谁让你们来的？说，是不是苏家？我不知道。你们砸井伤工人，按灾时破坏赈济工程论罪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斩。但如果你说出主使，我可以记你戴罪立功。我真不知道主使是谁，是刘爷以前的手下张豹找的我们，说只要砸了井，每人2两银子。张豹在哪儿？城西破窑。你带兵去，不要声张，抓活的。是。哪呢？你留在工地。为啥？这里更重要。行，俺守井。慢点夯实，别光土坏。这井以后是要救命的。王队长，咱们这井能用多久？只要好好修，好好护，就能用很多年，你儿子、孙子都能喝。那俺多夯2下。我也多夯2下。稳住！大人，这水能喝了吗？烧开以后能喝。我去帮着烧。娘，我也想喝。等烧开，娘给你喝。先给病棚送2桶。好。大人，城西破窑抓到张豹等6人，其中2人想跑，被当场按住。破窑里搜出银子和刀具，还有一张青州城内粮行的出入牌。苏家粮行。证据越来越多了。现在动苏家，还不到时候。先把水井打稳，把人心稳住。那苏家要是继续捣乱呢？那就让他们来。都精神点儿，眼睛别只看脚下，也看草丛。王队长，你都喊第8遍了。嫌烦就去睡，扣你工分。不烦，我最爱听王队长说话。
今晚估计没人敢来了。最好别来。要是来了呢？那就别让他们走。水是清的，清水，清水，京城了，京中有水了！排队，排队，按名册取水，谁抢俺揍谁！这只是第一口井。大人，昨夜之后，城外那些地痞都躲了，听说好几个小头目连夜跑了。跑得了人，跑不了仗。大人，今天干啥？继续打井。听见没？开工！大人，城北这2口井暂时能撑住周棚和病棚，可要是灾民继续往这边聚，还是不够，所以要找大水。大水？大人，你是说河？城北这里，青州真正的水不在城北，而这里。大人，青天河怕是不好动。咋不好动？青天河上游被苏氏修了坝，建了闸，下游村子要用水，得交灌溉费。灌溉费？水还收钱？每亩1两银子。1亩1两？他们咋不把人骨头拆了卖？不交呢？不交就停井。城北这口井挖不下去，百姓没水，也只能认。难怪这地旱成这样，井都挖到这儿了，还不让往下打。青天河现在还有多少水？末将不清楚，只听说苏氏庄园附近还能灌田，他们家的田比别处绿。百姓地都裂了，他家田还绿。走，去青天河。大人，现在一机队20人，跟上。王队长，带铁锹不？带。谁知道那苏家又整啥幺蛾子？大人，苏家在青天河那边有家丁守坝，人数不少，咱们这些人去会不会打起来？小的是怕他们冲撞大人。他们若敢冲撞朝廷安抚使，那就不是收灌溉费的问题了。小人明白，小人调50个壮丁随行。不用50，20就够。大人，人带多了，苏家会说我们压迫乡绅，他们还挺会倒打一耙，所以咱们带尺、带图、带杖，不先带刀。明白，先讲理，讲不通再收拾。你这理解也不算错。这也叫和？他娘的，这不是有水吗？有水也不是咱们的。老人家，你哪个村的？下河村。你家田在下游，去年秋天还能浇一回，今年开春就不让用了，说要交钱，1亩1两。俺家5亩地5两银子，俺卖了牛都不够。不交钱，闸一关地就干。俺男人去求他们，被打断了2根肋骨。人在哪儿？在家躺着呢，药都买不起。哪来的？青天河种地，闲杂人等不许靠近！瞎了你的眼！这是青州安抚使秦大人。原来是秦大人，小的苏府管事赵四海见过大人。赵四海，刀疤刘说的那个赵四海。这位爷说笑了，小的只是苏府做事的人，什么刀疤刘，小的可不认识。这坝是苏氏修的。是，青天河年年水患，苏老太爷心善，出钱修坝，保了一方平安。保谁平安？下游都旱死了，保你苏家田平安？这位爷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水少大家都难，苏家修坝也花了大价钱，下游要用水，出些修坝钱子也是应该的。每亩1两。大人，这不是灌溉费，是护坝费。换个名就不是抢了。大人，苏家在青州是有名的善户，在年还放过粥、修过桥。若有人故意坏苏家名声，怕是不合适吧？青天河是官河还是私河？这河道归谁管？
闸口有没有官府批文？收费有没有州府文书？账册在哪里？问你呢，刚才不是挺会说吗？大人，这些事儿小的做不了主，得回府请示老太爷。那就请苏文渊来。老太爷年纪大了，身子不好，怕是半个时辰人不到。大人，这可使不得！闸一开，坝后水位降了，苏家上游田地怎么办？大人，青天河的水不多，若全放下去，大家都没得用。这句话倒是对的。所以水不能由苏家一家说了算。测水量，标杆下水，侧绳拉直。老规矩，上中下3段都量。你们要干什么？算水。水还能算？你当都跟你似的，数钱才会算。大人，他们这是干啥？看这条河一天能过多少水，够浇多少田。这也能看出来？咋不能？水深多少，流得多快，河道多宽，乘一乘就知道了。大人，按现在蓄水和来水看，若按轮灌法，下游3000亩救命田能浇一遍。要是苏家那边少浇几次，能救更多。听见了吗？小的听不懂这些。听不懂没关系，证据会说话。秦大人远道而来，老夫苏文渊有失远迎。青州有新安抚使到任，老夫自然要来拜见。拜见还带这么多家丁，来年不太平，出门总要带几个人护着。青山河闸口今日起由安抚使邢衙接管，下游灌溉按村按亩按时轮放，不得私收银钱。秦大人，这恐怕不妥。哪里不妥？这坝是苏家花银子修的，闸也是苏家请匠人造的。这些年若不是苏家维护，清水河早就干了。如今大人一句话就要接管，老夫倒不是舍不得，只怕寒了地方乡绅的心。河道是朝廷的水，是百姓活命的。苏氏修坝有功，可以按实际花费核算，官府补偿合理部分。但借拔断水，按亩收银不行。大人年轻，不知地方难处。若人人都白用水，谁来修坝？谁来清淤？谁来管闸？下游村子每村出工，轮流护坝清淤，工分计入赈济民资，由官府发粮。出工给粮，哪愿意啊？俺们自己清泥，总比交银子强。大人，这些泥腿子哪懂修坝？万一坏了坝，谁担责？你才泥腿子，没泥腿子种地，你吃土去。地属由农技队负责，村民出工，赵校尉派兵看守闸口，账籍公开，每日放水多少，哪个村领水多少，全贴在坝边。秦大人这是铁了心要动苏家的水，我动的是青州百姓的命。好，既然大人有圣命，苏家自然不敢违抗。只是大人别忘了，水少田多，若分不均，百姓闹起来，可别怪苏家没提醒。多谢提醒。苏老太爷留步。大人还有事？他涉及刀疤流坝站驿站扣押药材一案，带回审问。老太爷，赵四海若真犯了事，秦大人依法审便是。苏家清清白白，不怕查。那最好。拿人！老太爷救我！老太爷，小的是替府里办事啊！我错了，饶了我这一次。现在知道怕了，你收灌溉费的时候咋不怕？今日起开闸放水，先救下游将死的田。各村里正过来登记，按田亩地势、缺水程度排队。大人，真不要银子？不要银子，要出工，清渠、护坝、巡闸，都要人。出工好，出工俺们有力气，银子俺们真没有啊。苏家以后还会不会关闸？赵校尉，末将在，派兵守闸，没有安抚使行辕手令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开关。是。
水来了！青天河来水了！俺家的田有救了！哭什么哭？赶紧回去清渠！水来了，渠不通，有个屁用！大伙儿听着，跟我回去清渠！大人，苏家今日退了，可他们不会甘心。我知道。大人，那接下来咋办？青天河的水不够，苏家能靠一条河卡百姓脖子，是因为大家没有第二条活路，找地下暗河。地下还有河？山里有。大人，青州南山那边地势复杂，老百姓都说山下有鬼洞，进去的人容易迷路。啥鬼洞？不就是山洞吗？明日带水文监测队进山，末将派人护送。俺也去。你当然去。那就行，找水这事儿，俺也想开开眼。大人，前面就是鬼哭沟。晚上风一吹，洞里呜呜响，村里老人都说那里不能去。风吹洞响就叫鬼，那俺肚子饿的时候也响，是不是肚里有鬼？哦，王队长，你胆子真大！不是俺胆子大，是俺跟着秦大人，啥鬼都得讲道理。这里有湿气。大人，这地方旱年也比别处凉。看那边，岩层水可能从里面走，所以要测。都听大人的，插杆的插杆，拉绳的拉绳。大人，这是啥？看高低的。眼睛不能看吗？你觉得那边高还是这边高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不行，水往低处走，差一点水就不听你的。听见没？人能糊弄，水不能糊弄。往左拉半寸。大人，这些弯弯绕绕的线是山的高低。同一条线上的地方高度一样，我们要找的是水能走的路，还要找能把水引出去的最低缺口。那地下暗河在哪儿？这3处可能有。第1处在鬼哭沟，第2处在东侧石雷石裂缝，第3处不在南坡老泉眼。大人，这要是真有水，山下7、8个村都能活。先别高兴太早，得挖探井。开挖！这里不比城北，不能乱挖，先钻探。这也能打进石头里？费劲，但能。俺们秦家庄当年找井，就是这么一点点试出来的。大人，有水汽，这就成了。还早，浅层湿气不等于稳定水源。继续。这石头也太硬了。王队长，要不换地方？不换，这里下面可能最大。那就继续。大人，空了！别动，慢慢提。有水腥味儿，下面有空腔，是暗河，很可能是。那咱们是不是能把水引出来？能，但要算路。多看这儿。第1处水量小，可以打深井；第2处水量中等，适合做蓄水池；第3处暗河水位稳定，最适合引水。大人，要是绕山修渠呢？绕山要40里，坡度还不稳，修完3个月都过去了。那咋办？水就在山里，看得见摸不着，这不是馋死人吗？这里的水位比山外这片坡地高7丈，
可以用虹吸。啥吸？虹吸。大人，你说慢点，俺只听过吸面条。看好了。水自己翻过来了。水不是只能往低处走吗？它怎么先往上过管子？管子里先灌满水，只要出水口比进水口低，水就会被拉下来。高处水源不断，低处就能一直出水。低处，也就是说，咱不用挖穿山，能用管子把水翻过山梁？可以，但主管要密封，不能漏气。最高处不能太高，不然吸不上来。还要做沉沙池和蓄水池。这法子好，这不就是让水自己爬山吗？差不多。大人，这要是成了，苏家那青天河就卡不住人了。所以必须成。分4队，打井砌池，治管修渠，即刻动工。这口子再缠2圈，漏一滴都不行。王队长，已经缠3圈了。3圈咋了？水要跑了，你给俺追回来。行，再缠。接口处再用竹叶箍紧，压力大的地方要加木架支撑。大人放心，小的记住了。大人，这渠咋还弯弯绕绕的？直着挖不快吗？直着挖看着快，但坡太陡，水冲下来会把渠冲垮。坡太平，水又不走。现在这样绕，是让水慢慢走，走得稳。水也跟人一样，走急了会摔。你这话糟理不糟？哼，就几根破竹子也想匀水，秦朔真当自己是神仙？大人，苏明武来了，不用管。他要是敢捣乱，俺收拾他。别先动手，让水说话。明白。都稳住，别漏气。谁手抖，今晚少吃半碗。王队长，你就会拿饭吓人，饭最管用。大人，会不会成？试了才知道。别装神弄鬼了，水要是真能翻山，我苏明武把这主管吞了。大家伙听见没？一会儿给苏二爷留根短的，别噎死！你找死！开水口。咋没水？是不是不成啊？竹子哪能让水爬山？我就说是骗人的。秦朔，你糊弄这些泥腿子还行，糊弄不了我。大人，等。啊，响了！出水了！水翻山了！真的出水了！大人，水真的过来了！成了！水自己爬山了！别光看，检查接口，看哪里漏。大人，我们田有水了，以后不用交苏家的灌溉费了。都起来！水不是求来的，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。可没有大人，我们哪知道水还能这么走？现在知道了，以后就会了。二爷，真出水了！我没瞎。苏二爷，主管还吞不吞？俺给你挑根细的。大人，他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越急越说明我们做对了。清水河轮灌规矩：按村登记，按亩放水，护坝清渠以供代收。任何人私设水费，告到安抚使渠行员。大人，这牌子立得好。王队长，要是苏家还派人来收钱呢？
那就让他来，俺郑贤最近手痒。干啥呢？排队领粥炒啥？王队长，这东西不能吃。红薯咋不能吃？有人说这是外来毒鼠，吃了会断子绝孙。谁说的？城里都传遍了，说秦大人拿咱们灾民试毒，还说这东西长得像妖怪根，猪吃了都发疯。俺们秦家庄的猪吃红薯，长得比你家门板还厚。可人家说南边有个村吃了这个，全村女人都生不出娃。哪个村？这没说。谁亲眼见过？谁吃过红薯吃坏了？可这东西咱没见过。没见过就有毒？你没见过皇帝，皇帝也有毒？这叫红薯，耐旱，能在瘦地里长，产量高。青州现在缺粮，红薯是救命粮。大人，信你，可万一真有毒呢？怕是正常的，没见过的东西谁都怕。大人，这谣言一传，大家都不种了咋办？咱带来的红薯种不多，扔了就完了。那就做实验。实验？在州城中心开10亩试验田，红薯我亲自种，亲自管，再用鸡鸭猪羊试吃，有没有毒，当着大家的面看。大人，你自己也吃？我吃，我儿子也吃。俺也吃，俺吃的多。你确实吃得多。这红薯不是拿籽种，是用薯块育苗，再剪藤插。你们看，这藤插进土里，浇点水就能活。藤断了还能活？能。这东西皮实得很，你别把它晒成干柴就行。这叶子倒是绿，绿有啥用？毒草也绿。那你别吃菜了，菜也绿。娘，那猪没疯，还睡得挺香。再看看。第一笼320斤，第二笼340斤，第三笼310斤，折算下来，亩产3200斤。3000多斤，1亩地3000多斤，这要是早有这个，俺孙子就不会饿死了。以后会有。别光看，上锅蒸。娘，好香啊！这毒薯咋还这么香？毒个屁！一会儿俺第一个吃。爹，甜的，比馒头甜。谁说有毒？来，站出来，俺喂他10斤。大人，我吃。娘，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儿。给我一块，我也尝尝。真甜，这哪是毒薯，这是救命薯！秦大人没骗咱，种，明年俺家全种这个。俺家山坡地也能种吗？能。红薯耐旱，坡地、瘦地都能种，但不能全种，还要配麦和粟以及豆。安抚使行员会发种苗，按户登记，谁敢盗麦种苗，重罚。谁在说毒鼠？先让他来试验田看猪，猪都没事儿，他嘴比猪还懂。二爷，这下百姓都信秦说了。回去告诉父亲，不能再让他这么干下去。